听完李亚林的分析，叶晨问他：李探长，你作为这么多年刑侦经验的老探长，你觉得 AI 的分析靠谱吗？靠谱，李亚林点头道。他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这里就是破清会的死士驻地，但他用多个维度证明了这里的太多不正常，其他嫌疑目标可能只有1、2项不正常，那样的话只能算是嫌疑较高，但诸多情况都不正常，那他的嫌疑就会几何倍增长，尤其是一些关键因素。说着，李亚林又道 AI 分析了天际线的数据库，整个摩洛哥的正规开采企业已经没有任何一家还在继续开采地下磷酸盐了，连偷采盗采的也没有。毕竟露天矿开采成本更低，他们的地下矿井在过去10几年所有的数据库内都看不出任何被重新启用的痕迹。洛克矿业是唯一一个被 AI 发现还悄悄在地下矿井上做文章的企业。相关证据显示，他们确实启用了地下矿井，但却没有开采磷酸盐，单这一点就极难说得通。叶晨点了点头，道：资本的核心是逐利，一件事如果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投入高昂成本，资本是绝对不会做的。这个杜克矿业悄悄启用庞大的地下矿井，启用成本高昂，但又不拿它来创造任何价值，想来也只有破清会才会对一个矿井有这么强的需求。李亚林道：杜克矿业所在的区域就在摩洛哥最大的矿区，这个矿区虽然不靠海，但是得益于磷酸盐产业的发展，所以交通十分发达。摩洛哥最好的公路就是从这里到港口的道路，而且还有直通港口的磷酸盐专属运输铁路，每一列火车都能装载几千上万吨磷酸盐，前往港口装船运送到世界各地，同时也能带回大量进口物资。而且摩洛哥的地理位置对破清会来说堪称得天独厚，它距离南欧很近，在这里建立驻地，可以覆盖整个非洲大陆的西北部地区，以及欧洲的南部地区。如果在地图上看，塞浦路斯那个死士驻地刚好可以覆盖地中海地区以及非洲东北部。说着，李亚林打开地图，对叶晨说道：我们现在还知道，尼日利亚也有破清会的死士驻地，尼日利亚这个驻地刚好可以覆盖非洲中部地区。AI 以摩洛哥、塞浦路斯以及尼日利亚为关键点，出了一个热力图，您看一下。李亚林在键盘上敲击了一下，原本的世界地图上便出现了3个红圈，这3个红圈的圆心分别是摩洛哥、塞浦路斯以及尼日利亚，而这3个圆圈的半径换算成实际的距离大概在2000公里左右，能看得出这3个圆都能够覆盖非洲一部分，但3个圆结合起来之后，非洲南部以及马达加斯加却没有任何圆形能够覆盖。李亚林指着非洲南部对叶晨说道：叶先生，以 AI 的推算，非洲南部应该还会有至少一个死士驻地，可能性最大的2个国家分别是南非和莫桑比克。我在等 AI 接下来的运算，争取把全非洲的死士驻地都找出来。叶晨微微点了点头，在这次与林婉儿聊过之后，他对寻找死士驻地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毕竟每一个死士驻地的背后是几千条人命，稍有一个处理不当，便不知要死多少人。不过他也不想打击李亚林的积极性，因为看得出来，李亚林现在对 AI 的使用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像一个刚刚掌握了精准射击技能的猎手，他必须要找到更多的猎物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射击技巧。不过好在李亚林只负责找到他们，而不是摧毁他们，所以叶晨也没打算叫停他的计划。于是叶晨便问他：李探长，如果我想把几千人从这座磷酸盐矿区里带出来，并且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运送到叙利亚，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个，李亚林有些担忧地说道，几千人的动作太大，而且这个矿区还不沿海，想一点线索都不留，确实不太可能。说着，李亚林又道：依我看，这件事难度确实很大，而且很可能只有铁路这一个方法，毕竟是几千人的转运，没有船，汽车和飞机承载能力又不够，可能也只有火车有机会了。叶晨问道：如果我让你来运这几千人，你会怎么做？李亚林想了想，道：我会先想办法摸清这里到港口铁路的运营情况，
铁路货运的装卸货流程，以及港口出口磷酸盐矿的出口手续、审批流程以及装船流程。铁路既然是运输磷酸盐的专用线路，那应该是所有矿区都可以使用。要么是矿区有自己的货运列车，然后向政府支付铁路的使用费用；要么就是铁路由政府统一运营，矿区向政府支付运输费。不管怎么样，得先能确保单独矿区可以开行点对点的货运专列。如果这个杜克矿业经常有自己的专列前往港口，那把人运出去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假设专列没有问题，人或许可以通过专列逐批次向港口运输，然后还要打通港口的漏洞，确保在卸货和装船的过程中，能把人安全隐蔽地送到船上。只要人上了船，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叶晨喃喃道，如果一节货运车厢的载重是50吨，一列5000吨的专列就要100节车厢，每节车厢藏10个人，一列火车就能藏1000人，效率确实很高。如果先把死士和家属撤出去，估计几趟专列也就能搞定了。关键问题就在于，怎么才能让藏在火车上的人平安上船，且不留下任何痕迹？李亚林问叶晨，叶先生是不是要去杜克矿业实地考察一下？如果去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到时候观察一下这条运输线，看看摩洛哥磷酸盐的运输和海运出口的流程。只有实地看了，才有机会找到漏洞。叶晨点点头，道，既然打算给破青会来一个声东击西，那摩洛哥是必然要去的。现在破青会应该想不到我们已经把目标转向了摩洛哥，我们可以到那边细心观察，再慢慢制定后续计划。说罢，叶晨又对李亚林说道，去的话，最好就咱们2个人去，多一个都不带。另外就是咱们俩都要换个身份，乔装打扮。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监控尼日利亚的所有机场，一旦摩洛哥的死士驻地再出事，破青会也一定会把摩洛哥所有能找到的监控录像搞到手，逐一排除。你在欧美华人圈名气很大，还是不要被他们察觉到比较好。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说道，没问题，换个身份过去，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的线索。